哎呀，往这边走的时候52分钟的一个视频。嗯，我是从那个歌乐山嘛，歌乐山这个地方过来的，很好路，全是这种曲直的这种路口啊，复杂的路啊。然后到了这个地方，到了这个山上玩，这个九峰瑶池这个地方。但是我中途来了个电话，来了个电话没有办法呀，它就中断了。但是我这手机上显示还在录，我也不知道。到了之后关闭，刚才查看只录了16分钟，那往回走再录一下嘛，是不是啊？在车位上打开这个，这是个停车场，打开这个点儿，白录了啊。哎，聊一下啥呀？聊一下那个，聊一下我刚才看了个信息啊，就是马斯克刚才发那个 X 说了个，他很快会迎来一个通用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啊，这个其实挺厉害的。这个通用型的人工智能是啥意思呀？就是现在这种可能不是那种通用型的可能我的理解啊，不一定是啥，它可能会认字。就我之前拍视频说，哎，你得会认字，你认字认标识，你比如说地下车库，现在它无法从地下4层开到地下1层或者往上开的，没有那个技术，没有那个能力。为什么它不认字？它会开车，但是它不认字，它不认那个字的箭头啊，其他都靠训练给它的。然后现在的通用型可能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就是接近 AGI 那种东西吧，我觉得，就是可能会认字，可能会认，当然他只要认字呢，不管英语啊、汉语啊都认识，再加上标识这些东西啊，当然具体怎么样不知道，这个咱们只是猜这个东西。就是他要出这个说很快，他说很快，马斯克这个人说很快呢不好说啊，他觉得很快，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V14，有消息称这个 V13已经不会再有新版本了，你看好长时间没更新了，他可能在憋大招啊，憋这个那个 V14呀。那如果这个 V14加入的就是他说的这个通用型的这个大模型，那就厉害啦，拭目以待吧。你说到这个东西啊，说到这个路线，这个自动驾驶，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嗓子不舒服，喝口水来。你看那个马斯克这个设计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硬件这一套，就我们使用这一套是从2016年量产的车上就已经带上了，就是指它的模型，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摄像头的位置，这边3个，然后一字板一边一个，这个一字板是这个，就是就相当于后视镜这种，就相当于人类看后视镜这个，但是它范围更大，是不是？相当人后视镜其实就很小的范围，咱们只能看一个车道，2个车道看不见，靠近咱的地方，它这个看得更远。这个车头还有一个壁柱，就是咱们这个壁柱这边有个摄像头，就是直着看侧面的，然后就是后面摄像头这个，然后前面3个，这就是它的全部的一个东西。这几个摄像头的不同的角度，刚好就是得出了一个啥呀？得出一个360度的一个无死角的一个，就是相当于它实时看360度都能看到啊。其实也不是没死角啊，我跟你说有个死角在哪？这个地方，这个 A 柱大约50厘米吧，好像是，就是 A 柱前面这个地方50厘米。当然这个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也是车头就是不大可能，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，
但是确实有一点死角，因为它这摄像头是拍不到这个地方的，也可能就是很少的一个地方吧，很小的一个地方。就是哪儿？这个就哪个地方？就是反光镜这个地方，人反光镜这个地方到往外延伸50厘米这个位置，50-60厘米这个位置，这一个小三角一个空隙，它拍不到。但这个地方一般不会有问题，你行驶中它不会有突然出现个东西啊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你看现在这个路前面是咱要拐弯了，他都没有去绕这个车啊，特别谨慎。因为他没有视野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视野，他不去，就是他没有视野的情况下，他不会去到对向车道，他的一个逻辑。啊，说哪了？说说这个技术路线。其实说到这个技术路线啊，挺有意思的。最早期的时候，特斯拉是最早做这个辅助驾驶也好，自动驾驶也好，做的最早的。他做的时候就刚才说了嘛，2015年、16年就开始做，就有。我当时在北京那个还试过这个 AP 在路上，这个情况，太贵了，当时那个 Model S 100多万，当时算下来选一下100多万，没买。所以说这个它的路线从10年前开始就已经是这个和现在一样了，就没有变过，人家就是摄像头的位置没有变过啊，变了一次。这个摄像头这个地方，现在是变成了2个，以前是3个，现在变成2个。就是为什么4.0这个硬件变成了2个呢？我个人觉得是，没有必要3个，因为那个3.0的时候那个摄像头是120万像素的，它看不远。就像素低了嘛，你看不远，就跟我那天讲那个激光雷达的，为什么激光雷达不行啊？它像素太低了，它分辨率太低了，它只有20万，它看不远，它看到200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，就成不了像，100米之外都费劲，因为像素太低了。就你想，你拿一个30万像素或者20万像素的相机，你们有那个老的诺基亚吗？你拍一张照片，你看。超过几十米没有东西，明明就有，为什么没有东西？没有，它看不见，就像素太低了，看不见。就那个啥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激光雷达也是，激光雷达目前最好的激光雷达是20万像素的，它是192线，宽是1000多少线，就是能理解吧？你乘一下嘛，不就20万吗？最多20万。那特斯拉这个120万呢，它之前能看个300多米、200多米。但是你到了这个 AI4 这个硬件，它能看450多米，为什么？就是它像素高嘛，就是你像素高，你这个摄像头就没必要。它之前是3个焦距，3个摄像头嘛，3个焦距，广角、中焦、长焦，就看得远嘛。但现在像素高了，它没有必要加那个看得远的了，它够了呀。它一个长焦看远处，一个看广角就够了，所以说它取消了一个。但是这个跟那个是硬件提升了带来的一个取消啊，后来又加了一个，现在这个换新 Y 这个保险杠下面加了一个摄像头，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。它这个是什么必要？比如说你自动驾驶，你后台要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嘛。比如说你把车停到这个地方，那这个时候你要走，如果前面有个孩子呢，趴在这个地方玩呢，那他不知道。他看不见，他目前的摄像头就是，我们这个看不到怎么办？你看他过路口这个谨慎，就是要观察这个有没有车出来。看不到怎么办？看不到不敢走啊，因为你有人的话，我们上车就确认了呀，没有人，是不是啊？就可以走。为什么我们学驾照的时候说，哎，你那个上车之前要围着车转一圈，首先看看轮胎啊有没有气啊有没有问题啊，再看看周围有没有人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小动物啊？主要是看这个。那他如果没有这个摄像头，那他没有无人驾驶了，你怎么样去办？没办法，只能是这个保险杠加个摄像头。那我往前开，我得看到啊，是不是啊？或者往后倒有摄像头，往前开也得有，左侧翼子板就周围都能看到了，这就行了，这就完美了。但是我们这个焕新3刚开始那个宣传的时候有，后来上市没有了啊，这个有点坑爹啊，这个能不能往上加不知道。反正这个加应该也好加，它那个电脑是一样的嘛，就是这个摄像头的
多一个少一个的，其实当时设计都是有预留的，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加的。哎，这个好窄啊，这个。刚才那个车那边那么远，这边他就不知道往那边靠一下，吓死人。咱们这太近了的，但是也没事。你看人开车都要压线，我开这个地方也要压线，因为这个地方很窄，尤其是在那边开，在那边开它，你看都压线，你看见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就这个路太窄了。如果你不压线也行，但是离那个护栏这么窄，就感觉好危险，就一不小心就歪过去的感觉。是我这种山路我经常开的，重庆这种山路很多的，我不大敢那么开，不大敢就不压线开。但是他这个就没问题，我在那边走也是没问题，他也不压线。但是一般人开很难做到不压线。哦哦，他好像没识别还是怎么样，是吧？反正速度有点快，我减了一下吧。说啥呢？那边没听见？外边喇叭啊广告啊！刚才这个是个问题啊，它有的时候能识别90%的能识别。刚才的一个我感觉是它要往上撞，没有识别，就有一些问题吧。所以说它不是无监督嘛，这是它的一个问题，这个我没有遇到过。高速上也遇到过，高速上有一次跑到30、40过这个杆儿，但是那个杆儿抬起来了呀，抬起来了就过去了，我有点怕。有一次那个，这一次这个也算是有问题。还是对这种就是突然空中一个杆儿的，就是有点问题。你从外面往这走，它就能看到，为什么？它不一样。从外面往这走，它这边有个这个东西，然后上面有个杆儿，它就能看到。刚才这一个好像就是马路中间横了根杆儿啊，它这个就不行，就是也是分情况的。我之前有个视频，我那个发了，好像发你们看了吗？就是测试这个，它识别不了。那个就是突然有一根杆儿的。就是如果有个这种闸机的这个主机在这边还好一点，就没问题，没有的话就不行。这个大拐弯，大回头弯，你看他拐过来之后要观察这儿，你看那边来了个车，但是离这有点远，没事过来观察，这是一定要这样的，因为你可能直接刷过来了，你还觉得他哎呀好厉害好牛逼，但是那是蒙啊，有没有车你不知道，是不是是蒙上的，挺吓人的。哎，讲到哪了？刚才讲到那个路线啊，技术路线啊，就特斯拉这个摄像头这个位置是没变的，增加了前保险杠的，是后面更高级别的无人驾驶去准备的。但其他的这些摄像头角度啥的都没变，就是像素变大了。就是你想啊，它现在使用的数据就是通用嘛，3.0和4.0都是这个模型是通用的。最早的时候就去年才这个4.0才开始启用的呀。最早使用的都是3.0的，4.0使用的也3.0的数据，现在3.0看出来就不行了。你看这个摩托车往这儿过，它能过来就不会去减速或者怎么样，不会去害怕，因为它能计算这个摩托车就是往这走这个轨迹，我走的速度，它根本就撞不到我，就没有什么风险。它这个比人开的那个计算的精准。所以说马斯克这个路线，人家走的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一个路线，没有朝令夕改。你看咱们除了这个特斯拉吧，其他的都不行，都没有一个明确自己的一个路线，朝令夕改。今天是摄像头，明天加激光雷达，啊，这马上又准备把激光雷达去掉，要开始高精地图，后来又不使用高精地图，所谓的无图啊轻图，你看。就是这些东西，你搞的就是，我记得很清楚啊。那个小鸟汽车，小鸟呢，它那个之前有很出名和特斯拉是有纠纷的，就是特斯拉呢，就是有一个工程师，一个华人工程师，偷了特斯拉的代码，然后呢，
去了小鸟去任职，反正那个马斯克的意思就是你使用了我们这个代码，是吧？但这个人弄得很，你看他那个刚才怎么样？你看就这个车走，他不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着灯没有变绿，他不走，他不是跟着车，不是说哎你这个车走我也跟着走，他不是，他要确认这个灯啊，他看到了啊，是这样。如果识别对的话啊，当然现在有很多情况识别不了。哎，这是下雨吗？这是？刚才不还有太阳吗？下雨雨点儿。下雨了。刚才没有喷水的吧？刚才，有点阴天。哎呀，所以说那个，你这个就朝令夕改就不行啊！哎，当时那个小鸟汽车这个那个破七，它使用的这个摄像头角度啊，这个整个的差不多都是模拟的这个特斯拉的，技术路线也差不多。然后当时咱们都知道嘛，就是 FSD 之前不就叫 AP 嘛 ，AP、EEP，AP 就是车道保持，然后 EEP 是能打灯变道或者在高速上能自主变道，都是依赖车道线的。无法实现自动驾驶，那级别很低的。你要说自动驾驶这些啊，你想都别想，不可能。你要以 AP 的标准去评判这个自动驾驶，特斯拉自动驾驶，那完全你实现不了，就觉得很 low。你特斯拉很 low，你摄像头很烂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不光我，这个识别对了，这个红绿灯，这个左转的一个灯是变红了，就是当时那个时间点啊，刚好是我记得是2020年。出现这个偷代码的事件，然后接着马斯克好像起诉了，或者后面判了呀，判输了呀，因为这个事是实锤的，他确实偷了。那偷了他给谁呢？他说没给别人，那这个东西给没给，反正是去小鸟上班去了。所以说他那个小鸟和那个特斯拉就结下了这么一个梁子，不对付。然后呢，他说他认为自己厉害，就是小鸟认为他自己厉害，因为那个时候2020年他就准备使用激光雷达了，准备使用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这个方案去做这个自动驾驶。然后呢，特斯拉就一直使用这个摄像头嘛，他也没有而且就从始至终马斯克都说那个摄像头是个那个就行了，然后激光雷达是个拐杖，就怎么样不行。就是点到为止说这个。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激光雷达到底什么问题，后来我了解了，激光雷达那个东西太烂了，太弱了。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怪，这地方是个实线，而且你要到这个右转道必须走这个实线，这临时是施工的嘛？怎么回事？你看它这个减速很好，几乎没有减速，他就知道这种状态。哎呦，他要压线过去啊，我让他压吗？他压线超他，我先不让他压了吧，好吧？其实，不压也行，前面过是不是也行啊？也行，但是他想压，这地方为什么画了这么长的这种实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？为什么就不让你过？不都是直行的吗？但是过不过都无所谓，倒是直行都可以。他这有点抽风，有点那个他想自己过去，有的时候就是你明明直走就可以，他想压线变到过去，好像就让你说，就让你看，我就想压线，你咋办我？有那种感觉。再说那个小鸟这个不光小鸟，它是有小鸟为代表的这个，绿灯是2、1、0、3、2，还有2秒，它黄灯过来了，但当然人都过啊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是过。如果你那个还有2秒就那个变了黄灯，你要刹的话，刚才那就是就是100公里急刹的感觉，那对人就不舒服。所以说黄灯是一定可以走的，不然的话你把黄灯取消，一定可以走的。你如果不能走的话，我刚才跑到60，还有2秒，你变成了红灯，我怎么办？变成了黄灯我怎么办？那肯定是要过去的。黄灯就是让你这一个时间段的人不要去急减速就过去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然后对向黄灯的时候，对向肯定是红灯，这个你放心如果说你说闯黄灯，说对向说红灯要撞，那是对向闯了红灯，放心吧。再说这个说回来这个，反正咱这个还有20多分钟到家，咱们就慢慢的聊这个东西嘛，是吧？就是他准备使用激光雷达了，然后特斯拉没使用，他就在他们2个人互怼。
啊，就说他说你偷我代码，他说我们怎么没偷你的啊？我们那个比你们强，我们要那个马上把你自动驾驶把你打的找不到北，还找不到西啊，就是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段子，你们搜啊是能找到的，这个互联网都有记忆，就是这么一个怼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小鸟他不是一个那种说大话的人。其实，开始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，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说大话的人，就是他说话其实还是挺靠谱、挺严谨的。这个小鸟，这个车企这个老板，这个小鸟，这个小鸟和小鸟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。但是呢，厉害归厉害，但是你得看和谁比嘛。就有的时候我们去玩那个玩游戏啊，我说我本身很厉害的，为什么还打不过对方？其实你很厉害的是，那对方更厉害。就是厉害和厉害的高手和高手过招，你看不出来谁更强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很厉害了，你的对面的高手更厉害，那你显得你不厉害，不代表你不厉害，是你不如人家厉害。确实是这样，人家首富嘛，世界首富确实有能力，没有能力忽悠到首富的呀，不可能啊，是不是啊？忽悠的，你看那最近那个啥车，那个不跑路了又，是吧？又完蛋了，忽悠了一笔钱就准备跑了，就走了。他忽悠不了太多啊，忽悠不到首富，只能是忽悠一部分钱跑。这个时候小鸟就准备上激光雷达了，应该是准备上了。但是呢应该是2020年，这个时候呢，特斯拉呢直接推出了 FSD， 就是首次推出 FSD， 在美国推出，那时候叫 V8 点几还是 V9 啊？那时候这个预览是那种画的，就是虚线的，车是个虚线的框。人也是个虚线的框，就是那种雏形，就像人打了个草稿一样那种。最早那种那个不大行但是呢，当时一看，全世界都呆了，都在笑特斯拉这个自动驾驶根本不行的时候，根本无法实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哎，它实现了自主停车、红绿灯，就是城市内自动驾驶，但级别不高啊，就是碰撞风险很多。你比如说，有的时候那种柱子，桥底下的柱子，就桥下面不有柱子吗？它有的时候往上撞，它看不见，它搞不明白啊。所以说那时候确实是不咋的啊。就是这东西一发布了没同时吧，几乎所有的企业啊，魏小李，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宣布加入激光雷达。就是他发现，虽然那时候那个 FSD 还不行。但是他们就发现了，我靠，原来人家视觉还能干这个，原来人家摄像头还能干这事儿。咋办？我们能干吗？我们不能干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换路线，那时候就加入了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，都是这个方案。后来发现这个方案走不通啊！我那个某音里边置顶视频里边，5年前我发的，2020年我发的这个，我说它走不通的。这个激光雷达加这个高清地图是绝对走不通的，就是我5年前的我的见解和现在其实出入不大，但是多了一些东西我当时看不到的，但是整体的意思是，区别不大的，就是大意是一样的。我说它为什么实现不了？为什么只有纯视觉能实现？包括我今天我往外走拍的视频，我说的为什么无保护左转只有特斯拉能做，其他的所有的激光雷达方案都做不了？为什么？你们可以看看那视频啊，这里我就不讲了，不说了。当然我那个也不权威啊，就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。然后这时候，小鸟破七宣布停产，新款加入激光雷达，新出的。没说停产，反正就放弃了，就你之前的这种摄像头方案放弃了，说明什么呀？你不管那偷代码的你给没给你代码，你请这些人，
你请这个团队，你搞这些代码，你花了多少钱？你研发了多长时间？白费了，白费了，就相当于啥呀？相当于你那个，哎，都对吧？都这儿，这边，对，内环。你比如说那个，就跟你找了个对象，你想娶她，哎，你想娶她，你会投入啊，哎，给她买个车，给她买个房，给她买吃的买喝的，是不是？你舍得花钱呀？她是你的呀，是不是？你想和她结婚呀，是不是？你就付出啊，甚至你的都给她了，我就爱她，喜欢她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想做这个东西，就跟他做这个产品一样，我就想做好，你不就得花钱付出吗？花钱搞吗？我搞好了之后，我拥有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怎么搞的呀？放弃了。就之前你找个女朋友，你给他花了很多钱，哇，又偷又抢的过来，最终说这个女朋友，要不然这女朋友不要他了，不跟他了，不嫁给他了，或者说当然不是啊，是他不要了，他要换一个，而且换那一个还不是个啥还不知道，他觉得更好。但是之前花的所有的心血，所有的努力没了，白费了，无用功，朝令夕改。那个时候是小鹏，哎，不能说小鹏啊，小鸟破七这个车上市不到半年，放弃了，就放弃了。你想吧，你这谁你受得了啊？你包括国内的某客。2025年春节之后买的车，哎，没过几天成了老款了，而且不支持最新的智驾系统。2025年4月成了新款了，这就是朝令夕改。而且他那所谓的那个2025年过年那个新款出了才2-3个月，又过了1-2个月又改了一个模式，这就是怎么样？他们没有个技术路线，没有个能力研发。自己要怎么走都不知道，当时是想这样走，后来又变卦了，又那样走。你看现在特斯拉这个2016年的买了这个车，国内还没有推这个那个 V12啊，这个那个 HW3 这个硬件还没推啊。如果推了的话，在国内推了的话，就是你10年前买的车，现在还有这个就这个级别的自动驾驶。这个就很厉害啊！10年前啊，你这数码产品啊，是不是？这就很夸张了。就是人家10年前就能想到我要运行这一个。我跟你说啊 ，V12.6.4 在美国好像是 HW2 都可以运行，就是那个2.0硬件都可以运行，3.0可以运行。但是3.0目前运行不了 V13， 我们这个现在是 V13， 但是他们说差距其实也不是特别大，差了就是反应速度差了一点，观看的距离差了一点，但是也不是说不能用，也挺好的，但是肯定不如 V13啊。咱们马上要 V14了，估计啊，V14听说是这个腾讯大模型，期待一下吧啊，期待一下。哎，但是先把倒车给我好不好啊？倒车也没给我，哎呀，倒车还是挺有用的。你看他放弃了所有的李小李，那这时候，哎，110现在杀出来了，110现在当时还没杀出来，还不行，2020年还不行，还没杀出来。然后后来呢，出了一个事情，就叫特斯拉的 ARD。ARD 呢，就是ARD 是干啥的？就是它是一个招人的。就是招人才的那么一个会，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技术的一个会，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啊，招这些人才啊，去做个技术。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，特斯拉就那个版本到了 V11了，就是 V11版本，就是端到端之前的那个版本。其实在美国开的已经非常好了，那个已经非常好了，经过了1年多的那个迭代，已经非常好了。那个时候他开了个 ARD， 开了 ARD 之后呢，他把他的那个 V11的技术路线，什么占用网络呀、BV 呀这些东西，都给你讲透了，然后所有的车企都加入了，这个时候
这个肯定是那个姚领先是100%加入了啊，他是加入战役网络了，就是说白了，你不就是跟着他们后面走的吗？也可以说是借鉴，也可以说是模仿，然后就是青出于蓝了嘛，我们就超过他了嘛，超越了特斯拉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我们当时还想，我说特斯拉好厉害，我操，把这个战役网络这些技术性关键性的问题技术都给你讲出来了，然后讲的透透彻彻，手把手教你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做啊，然后所有的都去做，都跟着走，有一个算一个的啊，自动驾驶这个国内这些都是使用的这个技术，包括遥遥领先，包括现在遥遥领先的什么3.0啊3.3都是还是这个。但就是我们想，你特斯拉你怎么这么大度啊？你这个竞争对手天天遥遥领先你还把这个技术公开了？哎，没想到啊，他公开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人家是不想要了，就是让你去玩的，就让你们共同去玩这个东西，不要不玩了，共同去玩这个东西。然后人家接着23年吧，接着出来，你看这个人压线过来，你急啥呀？你过来再变道呗，就是。23年端到端出来了，端到端出来了，搞了半天人家是要玩端到端了，这东西不要了才公布出来的，笑死了。你现在马上 V14又出来所谓的通用大模型，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想象不到的，知道吧？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加入啊。我个人想的是这个所谓的通用大模型啊，它要认字、认牌子，你看那边。车道什么汇入前方100米，认这些，啊，认这个车道6，哎，车道6，你看重庆这个特色，一个车道一个灯，认这些啊，认这些什么，这不是单纯的那几个小模型、小标志，就所有都认，哎，这个地上小客车道都要认，就跟人一样识字，不管英文，当然他如果认了这个英文和那个中文啊，还有法文啊，还有那个什么俄罗斯。这个都不重要，这个就无所谓嘛，给他个包不就行了嘛？给他个语言包，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是不是？对于这个电脑来说，这个会一门语言，这不跟1秒钟就会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所以说这个东西，咱们往回走这条路没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那山上那一段还可以，往这走这内环快速路，咱们就聊点天吧，好吧？聊点天吧。你这个技术路线走的不对，你就之前的投入白投入了呀。我现在就很担心这个自动驾驶投入了这么多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最终活下来的1家或者2家，做的都很好，可能2家存在一个竞争，最终都会完蛋。因为他肯定不可能说所有人都做好了，你。做不好，投入不可能那么大，那么高。哎，这不一个破七。你不可能做的那么都做那么好，投入太大了，这东西花钱啊，这东西。你看几千人、上万人写代码，我是多少钱？这些写代码的人他又不是普通人，他收入都比较高的，这个投入太大了。特斯拉不是啊，特斯拉都开了吧？现在特斯拉搞了个端到端，他妈的他不怎么需要这个人，需要人少。之前不都开了吗？我们都调侃，我说特斯拉这个 FSD 推送的特别慢，主要是因为只要就3个人，一个马斯克负责在外面吹牛逼，我们吹，哎，我们多厉害多厉害。然后有一个在写代码，在那个制作软件这方面，还有一个是干啥？打扫卫生啊，端个咖啡啊，是不是？干这就是3人，我们调侃他人少，调侃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啊，人家从10年前开始走不变，你记得吗？有一个其实，哎呀，我说有些人这个脑子好像就好奇怪的一个思维，就脑子不转，就很那个啥，很这个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一个画面是这样，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，双手放在这儿，就是然后很简单几个路口，左拐右拐，等红绿灯，然后去上班，大约有个1分钟快放的那么一个视频。那个视频呢，你要放在现在的话，那不跟玩一样？那我就这样不就行了？但是那个视频当时是特斯拉做的，然后就有人拿这个视频去黑特斯拉，就说特斯拉就是作假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人家那个视频是广告，是我们
期望有这么个自动驾驶，要出现这么个级别的自动驾驶，我们以后要这样出行，那是个广告，哥们儿，那不是特斯拉宣传说我们的车已经这样了。那有人拿着这个说作假，我哪一个广告不是作假？你就说哪一个图片不是作假？你就说那个咱们所有的广告图不都是假的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不都是假的吗？不都是，要不然是动画的，要不是啥的，要不是 CD 做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拿这个事说事也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说想吃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愿景现在你看实现了。你看咱们如果他不压线不违章，我现在都想不到我为什么要接管。上次有个哥们儿那个坐我的车，他说你什么时候接管？他是个小鸟的那个车主啊。他说你什么时候接管？我说为什么要接管？然后做完之后惊呆了，惊呆了，确实是惊呆了。而且他最主要是感受很舒服，感受他这种加速减速这种感觉很舒服。但刚才他现在变到这个道我就不大理解，你变到这个慢车道后面干啥？快到了啊，咱们几分钟到了。所以说这个技术啊，几分钟到了，他要下去右侧吗？不是啊，这个不好，这个走的，不管他。他又打右转向干啥？哦，他没看到，现在发现这边不能走，他是想从右侧那边走，是不是？他不会看地图，会看地图他不至于，知道吧？哎，我靠，我那个车道节呢没有了，怎么？关了？没关呀，没有啊，这一段没有吗？哎，奇怪。你看现在又开始搞什么？特斯拉搞完，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特斯拉是无图嘛，人家不做图，不搞图，就跟人一样，我看着路驾驶，搞自动驾驶，然后都在笑什么呀？这帮人不都使用了这个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吗？他们就笑特斯拉没有高精地图，你没有高精地图你怎么行啊？你根本就不安全呀，你在路上跑的不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就跟那个萝卜快跑啊 ，vivo 啊，美国这些那个谷歌的这个无人出租车呀，这些它不都是那个啥吗？不都是那个激光雷达吗？激光雷达怎么样？它上面一个大雷达很大，在车顶上旋转的，它360度都是激光雷达。咱们国内的搞个啥？一个激光雷达在前面朝前看，左右不管了，睁眼瞎，爱咋咋着。你撞我，你别你活该。你这样搞，你懵，过路口看不见，它只有激光雷达看前面，左右看不见，它左右摄像头看见了，摄像头没有决策权，摄像头没有决策权，你必须听一个的，就跟你一个单位里边一个领导，两个领导，你只能听一个领导的，两个领导他让你往左，他让你往右，他让你刹车，他让你踩油门，你听谁的？你肯定说，那你们两个领导统一了意见再找我吧，是不是？他们现在就这样，所以说他们的领导是激光雷达，激光雷达只能就他妈的就只能看前面，他不能看左右。我们人可以左右看，他不能看。你在这无保护路口，为什么他不能走啊？他只能看前面，无保护你要看后面呀，看左面呀，看周围呀，你看不见他等啥？所以走吧那。摄像头是看见了，摄像头没有权利，没有权限，他没有能力，那摄像头是很弱的，打工的，没有能力，就小图。只能形成这么个预览图，他没有决策权，他不知道这都不行，级别不够，级别够的话，你要激光雷达干啥？所以说激光雷达要做一圈，必须一圈，最基本的，前后左右必须有至少4个，至少4个，要全覆盖的话可能还要多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技术路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朝令夕改的，怎么搞？没法搞，现在又开始吹，我们也要用无图，有些车企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那个激光雷达了。你看，小鸟还说小鸟新出的车，激光雷达又去了，你看这朝令夕改的。哎，我们走这边对呀，走这边，啊，对，他也意识到走的这边不对，打了个灯，哎，没有啊，走错了，你看。
走这个道天天走的都对，算了，咱前面掉个头吧。现在咱们也快到了，走错了一个道，应该是走左侧那边过去顶。他这样的话，就前面走还要走个1公里去掉头，知道吧？哎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就聊这些吧。反正就是你技术路线走的就不对，你技术路线走的不对，你这个东西朝令夕改的，怎么能行啊？你别说，你说10年前买的特斯拉还能用自动驾驶，你去年买的车，你今年都不一定能用，知道吧？你看，我之前听他那个赛利斯说，那个要把已经卖出去的车，给你花3万花几万，给你加上3个激光雷达，这就是为什么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他就这么个视野，他不行，他两边得加上。你看，这就技术路线就在变，走不动，你就朝令夕改，你这样不行。你开始设想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瞄着无人驾驶 L5去做。他又想去右边吗？不是，这个就不对。你看，你不要变到右侧，你变到左侧直接走就行。咱们在这掉头，走的就不好。我还以为他又要变右边呢，我想接管。哎，所以说那个你这个硬件这一块一定不能动的，不能变的。特斯拉的 HW3 呀、AI3、AI5 啊、AI4 呀，它就是算力不一样。你看这边过来是没有车的，没有车它不会等，它看见了那边，看到那个车稍微让了一下，但离得比较远。但如果这边有车在走，它看见了它会停下等那个车过去，它能看到啊，就是它有它摄像头就看到了呀，它看到它就知道，它所有的决策都是摄像头的，它没有人和它抢，说是哎你走你怎么不走你激光雷达呢？就往这儿看，看吧，就往这儿看，看不见那边。咱们往这儿走，这侧后它看不见，它只有摄像头看见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那好多人说你其实很简单，你说我走到这种路口，我就慢慢的减速或者停下来不就行了？它为什么不停？你说它为什么冲出去？因为你停了也没用，它看不见。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，不权威啊，咱们就是瞎聊啊。至少你一圈都有是对的，是不是啊？所有的都有。路权，咱们在主路上是路权。刚才出来那个，你看我之前那个视频就刚才那个道出来的，刚才那个道出来他就要停车。你看刚才那个人也是停在那儿观察，这就是人类开车，正常的都是这样。他人类开车就是要停在那儿观察这个主路没有车了，有空隙了，保证安全再走。主路你也要防御这边，但是不是主路要做的。说实话，你不防御直接走也行，但是呢，确实就是这样。如果说出了问题、出了事儿，还是那个支路出来的，是负全责的。你出来之后不能冲出来。你看那刚才说那些车，就刚才的路唰冲出来了，你怎么敢？是不是啊？不敢。好了，我们这就到了前面啊，前面到了，这个就聊这么多吧，好吧，就聊这么多吧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